嗨，欢迎来到拉斯维加斯。这是我们订的车。每隔1-2年呢，我都会来到拉斯维加斯度假。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，我将要把我多年来拉斯维加斯度假的经验分享给你。从酒店到吃住行，来 Vegas 一定要做的事，一定要带的东西。什么时候最适合来拉斯维加斯旅行？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来错了时间，可能你要花比平时要贵3倍的价钱。在 Vegas 大部分的赌场都是免费的提供酒水的，你知道怎么去得到免费的酒水吗？这次呢，我还会把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2个酒店推荐给你，还有我在这边看秀的经验，我也想分享给你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拉斯维加斯，让我今天手把手的教你怎么玩转拉斯维加斯。在这期视频的最后呢，我会跟大家揭晓我每次来拉斯维加斯要花掉多少钱，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什么时间最适合来拉斯维加斯旅行呢？其实答案是，除了夏天最热的7、8月份以外，都很适合来，因为这里天气1年4季都很好。即便是冬天也有20多度，白天的时候，在这边一定要保湿补水，然后做好防晒。你每次来 Vegas 之前，你一定要先提前查好这里有没有任何的重大活动，你也要避开节假日、周末这种高峰期，因为如果你来错了时间，你可能要比平时花超过3倍的价格。上次来的时候赶上了这边的青少年橄榄球选拔大赛，这边一下子多了60万多的游客。酒店的房间订不到不说，就算你订到了，也比平时要花更多的价格，甚至连 Uber 和 Taxi 在那段时间都更贵，而且去哪里都要排队。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来之前先查好这边有没有任何的活动，比如说像今年的11月份开始，会每一年在 Vegas 举行 F1 赛车，所以每一年的11月你也可以避开，因为到时候会来非常多的客人。说到吃，拉斯维加斯作为著名的美食天堂，你应该没有异议吧？从高档的名厨餐厅、星级米其林，到街边的小吃，甚至各大酒店的自助餐，你能想到的美食这里都能找得到。自助餐虽然选择很多，但是没有真正好吃的东西，基本上都是冷冻的食材，而且你去了自助餐，你就会吃很多，然后其实对身体特别不好，所以我个人基本上不会去碰自助餐这一块。所以今天我介绍的所有的美食里面是没有自助餐的。先跟大家来推荐一个我每次来拉斯维加斯必吃的早餐店，它的名字叫 Cracker Barrel。它是一家美式的乡村风格的早餐店，我最爱他家的就是他家的煎饼还有培根。但是我必须要在这里提醒大家，这一家的食物非常的 heavy， 如果你的肠胃不好或者你对奶制品过敏的话，我是建议你就不要去。如果你喜欢吃中餐的话，那我推荐鼎泰丰。还有 Rio 酒店里面的 KJ 是一个港式的茶餐厅，因为我个人很喜欢饮茶，所以我很爱去吃那边的早茶。我每次来美国一定会去吃的一道菜叫 Prime Rib， 它是用低温慢烤出来的高级牛肉。吃这个牛排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忘记点 Creamy Horseradish Sauce， 这是这道菜的灵魂。
然后这次我还第一次吃了 In and Out Burger。因为我不是喜欢吃汉堡包的一个人，简直太让我惊艳了！我当下就决定今天还要再去吃。吃不够哎，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大部分的赌场是提供免费的酒水的，你只需要付给这边的工作人员每一杯饮料或者酒水$1的小费就可以了。当然了，你必须要在赌场玩他们的游戏了。景观最好的就是 Cosmopolitan， 一定要去住那里的 Fountain View。我们那个时候住的是将近$400一个晚上。Treasure Island 就是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，它景色也不错，你可以订赌城大道的景色。我们一个晚上差不多$100多左右的价格，但是这些酒店呢，你通通都要提前很久的订哦，订的越晚越贵。整个 Vegas 的这个赌场的起源是在 Fremont Street， 那个地方是你在 Vegas 一定要去参观的一个地方。现在的 Fremont Street 呢，整个街道的上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天幕，晚上有非常壮丽的灯光秀，还有各种的街头表演，还有那种 live band， 所以我非常的推荐大家晚上的时候去 Fremont Street 去感受一下那边的气氛。你还可以做的就是租一辆车，我就去过2个国家公园，一个是 Red Rock Canyon， 就是那个红岩石的国家公园，非常漂亮，开车离 Vegas 也就半个小时吧。还有一个就是火焰谷，也非常的漂亮，但是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夏天的时候去，可能会中暑哦，因为沙漠实在是太热了。还有一些活动呢，是我个人玩过的，我还蛮推荐的。比如说，你可以租一辆加长的礼车去欣赏赌城大道的夜景，或者是去坐直升飞机俯瞰拉斯维加斯整个的景色。你也可以上电视塔，那边上面有非常多刺激的项目。是你可以去坐这边的摩天轮去欣赏它的夜景。Houston, check out what I have queued up on the tape deck. Fly me to the moon,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. Perfect. 我起鸡皮疙瘩了。 What spring is like. 一定要带个小外套，因为就算夏天最热的时候，你也需要，因为在所有的赌场酒店里面，冷气都非常的大。这里的奥特莱斯就有2家，我推荐去北边的那一家。买奢侈品呢，我个人是觉得，如果你要买欧洲的牌子，就不要在美国买，因为我算了一下，在美国的价格比在欧洲的价格要贵了大概30%。拉斯维加斯所有的魔术秀我都看了一个遍。 最推荐的就是 David Copperfield 他的魔术秀，带给我震撼感最强烈的。趁着他还没有退休，赶快去看他的魔术秀吧。
最后呢，我要跟所有的女生朋友推荐这边的猛男秀。我个人去过2个，一个是 Chippendales， 还有一个是 Thunder from Down Under。那个 Chippendales 呢是那种男士只是打个领结跳那种脱衣舞。Thunder from Down Under 呢，它更像那种澳大利亚的狂野的男士，穿着牛仔裤在你的桌上面跳舞，就是不一样的感受了。反正我觉得你在拉斯维加斯，你一定要去看一场秀。OK， 我现在就跟大家来公布一下，我跟我老公2个人在拉斯维加斯花掉了多少钱？5000美金。当然这是非常个人的经验，我的数据只是给你提供一个参考，也欢迎你跟我分享你自己在拉斯维加斯旅行的经验。明天我们出发去羚羊谷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内容。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